大家好，我係零心仔職塵，好高興見到大家。文石呢一期咧真係好多動作啊！上一次啱啱咧同大家開箱完呢個 Note Air 2 Plus 之後咧，過咗冇耐，跟住佢哋就發布 Pop 4 Lite。咁咧今次我咧都問店家借咗兩隻顏色啊，今次有黑白版本嘅，有全白有全黑啊，咁都會同大家開箱。跟住咧亦都咧係老規矩啦，喺開箱同稱重環節之後咧，會同大家有一個規格分析。今次就會特別咧係同大家咧將呢一個新型號同上一代 Pop 3咧有一個分析比較，俾大家係知道啊。假設你係想尋找6寸嘅閱讀器便攜為主嘅話，邊一部會適合你多啲呢？嗱，另外今次咧我咧就特別借咗文石為呢一部型號所新推出嘅嗰個貓貓皮套，咁嗰幅插畫咧，我覺得都幾靚嘅。關於佢嘅耐力啊，同埋咧佢嘅細節，到時都會喺中間有呢個同場加映嘅環節，會為大家展示。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咁啊先去開箱去片。好，大家咧而家眼前就會見到黑白兩隻色嘅 Pop 4 Lite 都塗有膠膜，係全新啊！問店家借咧未開箱嘅。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好嗱，咁拆去膠套咧，就會發現咧兩部機有啲唔同咯喎。嗱，黑色呢一部咧，按翻咧同系列啊，會見到咧有個石刻嘅外形出咗嚟嘅，咁摸到咧個凹凸感啊。但係白色呢一部咧冇喎，平滑嘅喎，純粹係印上去嘅啫。另外咧有一個奇怪位就係、其實喺 Note 系列嗰度咧，由 Note 3突然間咧跟住咧今代其實去到 Note 5咧，唔知係咪因風水問題咧就跳咗第4代啦。但係喺 Pop 呢一度咧 Pop 3啊再去咧，唔知點解啊又會去翻 Pop 4喎，而唔係 Pop 5喎。嗱，呢一度唔知文石咧起名嗰個安排咧，其實係根植於什麼咧？咁特別一提呢個咧 Lite 係海外限定嘅，國內嗰個咧其實就叫 Pop 4S， 名字唔同，內容有冇唔同咧？呢個就真係要實測過後先知道啦。翻到去背後咧，有各國文字翻譯嘅參數啊，跟住咧呢度咧有8個嘅標誌咧標示咗呢部機嘅特色。特別留意下呢度嗰個名咧 Non-Flat， 即係咧係非純屏幕嚟嘅。啊，另外呢一度咧係1A 喺 DC 呢一度，即係代表住呢部機咧係同其他文石嘅系列有個好大唔同。其他機咧都支援快充咧係3A 嘅，呢度係1A 嘅啫，所以咧喺充電上咧係會慢唔少嘅。啊，見到 Pop 4 Lite 啊白色，好，咁呢部咧就係黑色。好嗱，咁咧由下方呢一度咧係咁樣掀起啊，就會見到咧兩部機嘅真身啊，有膠包住啦嚇。老規矩啊，陣間再詳細介紹。嗱，攞走部機咧，會見到啊有條線啦。不過要先吐槽一句，點解白色呢一部咧，佢內籠呢一個位唔用埋白色嘅硬紙咧？個感覺有啲違和啊！啊，呢邊就全黑嘅啊，但係咧會見到咧內籠嘅紙呢個位置係白嘅，係外邊呢個黑嘅啫。不如就全黑啦！啊，好係大家好熟悉嘅三寶：充電線、快速說明書、保修卡。咁跟翻型號嘅顏色，白色配白色線，黑色配黑色線，都係 Type C 頭嘅。好啦，咁見咧呢個快速說明書係講 Pop 4嘅系列啊嘛，咁啊望望同之前嗰啲咧會唔會有啲唔同啦？咁基本上咧就係喺呢一度閱讀器嘅嗰個外形加按鍵各項嘅設置咧，呢度更新咗之後咧，其他其實基本上都分別不大。好啦，咁啊機入邊嘅嘢就全部響晒大家眼前啦，就係咁多。特別一提啊，咁咧呢兩部機入邊咧，呢一個負責壓落去做咗個位嘅硬紙咧，我欣賞佢呢個係一個環保嘅設計。咁我諗限於成本啦，佢全部嗰啲位咧都係用卡扣嘅形式，可以咁樣咧係裝嵌。嗱，點解我話呢種好咧？因為呢種設計好環保啊！你唔要個盒嘅時候咧，你基本上佢冇用膠水，就咁用呢個卡扣咧，你成個可以攞去回收啊！咁呢一樣係好事嚟嘅。特別如果你屋企咧買好多唔同嘅3C 裝置咧，其實有陣時如果用得太多唔同嘅花臣咧，反而喺你處理嘅時候會有啲麻煩。今次呢一部咧，好坦白講，開箱嗰下嘅第一印象咧，呢啲位咧係有確實少少廉價嘅感覺嘅，即係唔係啲好精細嘅做工啊。喺嗰個紙盒同埋內籠嘅設計上啊，不過唔緊要啦。呢一部講到明，其實就係主打平啊嘛。文石都講到明，呢一次 Pop 4嘅系列定位係國民閱讀器，即係想人手一部啊，取代 Kindle 嘅位置。所以咧有呢一個嘅考量，有呢一個嘅情況啊 ，OK 嘅，可接受。啊，拆膠啦，黑白嘅 Pop 4 Lite 啊，呢一度咧會發現到咧。佢同往時文石嘅型號，佢係就咁攞個膠套咧，咁樣褪入去作為一個封膠咧。佢呢度係反而用一個好實淨嘅膠咧，要用力搣走一個封套嘅形式去喎。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啊，呢邊黑色都係啊，即係要俾啲力黐得好實喎，個夾夾呢度。同埋擦完咧貼上去就會嘅啦。
點解既然佢主打想慳成本啲，點解唔用翻之前嗰個側面就咁套個膠入去嘅設計呢？要另外設計一個膠嘅封套，拆又拆得有啲麻煩，又用多啲成本呢？不明白。好嗱，大家眼前就會見到非常的適兩部嘅 Pod4 Lite，佢的適度其實就係同我隻手掌差唔多大咯。咁大家眼前咧，首先第一眼咧就會見到比較多人談論就係佢呢個新設計嘅關機圖啊，有對天使翼嘅兔仔啊，瞓緊覺欣賞與否見仁見智啊。不過起碼叫做有啲新意。講起新意，爭啲唔記得咗，我咪應該開心下，就係喺個盒封面冇咗嗰句 slogan 啦，終於。即係我吐槽咗幾集噶啦，已經唔知下一代會唔會有新一句 slogan 啊？不知道。好，咁先嚟個外觀介紹啦。兩部嘅尺寸上係一樣啦，只不過係顏色上有唔同。嗱，咁兩部正面咧都係冇實體按鍵，之後咧喺下排呢個位置咧有 Bose 呢個品牌名淡淡地咧印向呢一度。咁咧係非純平 mon 啦，頭先講到有個凹陷嘅狀態係啦。不過咧由於咧今代咧根據我收到嘅嗰個資訊咧，佢係冇咗嗰層玻璃嘅一個 layer，所以咧喺呢個非純平嘅設計之下，喺顯示上咁啊聲稱係會更加清晰啊！咁呢個位置咧就真係要去到實測嘅部分先知啦。好，上方呢一度右邊位置咧有呢個 power 掣，會有指示燈嘅。右邊冇任何嘅按鍵，左邊同樣冇任何嘅按鍵。下方咧就會有一個 Type C 頭，隔離咧會有一個嘅收音咪。去到背蓋嗰度咧，基本上咧就係正中呢一度會有一個咧好淡淡嘅 Bose 品牌名、型號名。黑色呢度咧好坦白講啊，就算咧我而家眼前睇咧都係要花啲眼力先見到，喺鏡頭咧我懷疑咧都未必能夠影到得清楚俾大家睇。但係同樣嘅資訊嚟嘅。咁咧佢個背蓋呢度咧係一個微微嘅弧形，咁咧即係話咧喺兩邊呢個位置咧有一個微微嘅弧形嘅設計咧，係方便你手握嘅時候咧，隻手咁樣貼合，有個咁嘅設計。而喺嗰個手感上咧，雖然都係塑膠啦，咁白色咧就會係順滑啲，摸落去咧平滑嘅。而黑色呢一度咧摸落去咧就會咧摸到一啲咧係好似粒子狀。我諗可能係因為黑色呢一隻膠嘅物料咧，好似相對比較吸塵啊。雖然我就咁睇咧，唔係好見指紋嘅，唔吸指紋，但係可能會有啲吸塵，摸落去咧嚡手啲嘅。白色呢度咧就順滑啲嘅。咁以呢個價錢，亦都以入門嘅級數嚟講咧，我覺得買相 OK 嘅。做工望落去暫時咧，我就特登有睇過，咁咧就唔見咧有啲乜嘢縫合有明顯嘅隙縫嘅情況，係一個合格嘅做工嘅。外觀嘅介紹嘅部分咧，大約就到呢一度啦。好嗱，同場加映咧，今代 Pod 系列咧，除咗係傳統嗰個布紋灰嘅保護套之外咧，咁咧另外仲多咗一款乾上魚喵嘅彩圖版保護套啊！嗱，咁呢個套咧就講到明，第2、3、4代咧都適配嘅啊！咁所以如果你有舊型號，咁你都可以考慮，因為 Pod 系列呢一隻價錢唔貴啊！咁個公仔咧啊，即係呢一幅圖咁其實有來歷嘅，咁啊來自咧係馬來西亞嘅人氣插畫師，咁咧佢 Facebook 都有 page 嘅，都係一個咧相當受歡迎嘅插畫師。咁佢就呢一個系列咧以貓貓做主角，融入各方嘅畫入邊，咁呢一款係其中一款嚟嘅。如果你有留意文石嘅配件嘅話咧 Lover ASC 仲有另一款，都係嗰個插畫師嘅另一個作品。咁已經有網友咧十分貼心咧去問過嗰一位插畫師係去正版授權嘅，係一個文石同嗰一位插畫家嘅合作嚟嘅。嗱，咁啊打開成個套咧，你會見到其實就係一整幅畫嚟嘅，咁啊完整地啊背面同埋正面。右邊呢一度咧 Bose 嘅品牌就會係凸起。嗱，由於資料冇顯示佢係咩材質啊，按我手咁摸落去順滑。太陽呢個位置咧有啲嚡手嘅，睇到見到咧係貼上去嘅一層嚟嘅。唔知掛唔掛得起啊嚇，咁咧應該都係 PU 皮我估計。咁打開內籠咧，呢一邊咧就係摸上去有啲絕手略有啲絨嘅手感，可以保護嗰個屏幕。咁呢度咧有個磁石，Smart Wake Up 嘅功能咧就係靠呢個磁石。咁另外呢度咧會有一個品牌 Bose 嘅石刻喺呢一度。咁呢一度咧就係一個膠嚟嘅喺呢個位置。2、3、4代咧同尺寸，所以咧都能夠放入去。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咁樣連埋個保護套帶住出街咧，我覺得都幾吸引嘅，都幾靚啊！呢幅圖我都幾中意。好，到咗呢個稱重實測環節嗱，先係白色 Pod4 Lite。好嗱，155克比宣稱嘅150克咧重咗5克。好，到黑色，黑色輕啲喎，151.4克。好，到保護套。保護套咧74.6克，即係大約係部機嘅一半嘅重量啊！即係話如果咁樣咧，機連個保護套。黑色嘅話咧就係226克，好，白色呢一部裝咗保護套，咁重啲啊，229.7克，咁俾大家有個概念啊。好，唔知大家咧睇完頭先嘅開箱，對呢一部 Pod4 Lite 印象又如何呢？好
好可愛嘅兩隻水兔啊！唔知呢一部黑色同白色嘅版本會唔會咧打動到你作為一部咧入門嘅閱讀器？好啦，咁先咧係了解下佢同 Pop 3規格上兩者嘅分別。黃色係優勝嘅項目啦，你會見到咧好明顯 Pop 3優勝嘅項目咧係多唔少嘅。咁呢度咧都符合咧去文石答翻啲網友講到咧，如果係追求硬件嘅話咧，去買翻 Pop 3 Live 啦或者 Nova Air 呢一部咧就唔係追求硬件嘅。咁咧我逐項同大家講講。咁首先最大嘅分野上咧就係 CPU Pop 3佢係用高通636嘅，呢一部咧 Pop 4 Lite 就好神秘，不論係內地嘅 Pop 4、Pop 4S 定係咧海外限定嘅呢一部咧 Pop 4 Lite 都好啦嚇。其實咧文石並冇公佈佢係用邊一個高通嘅新 CPU。咁咧，如果有睇我 E-Ink 小報咧，觀眾咧就應該會知道，我上次咧透過查證我估算佢用咗高通最新嘅嗰一粒物流嘅解決方案入門級嘅2290，我就響呢一部嗰度咧用咗安兔兔最新嘅9.4呢個版本嘅跑分成績咧去跑咗一次，佢哋咧就攞到98,000幾分。呢個分數代表啲乜嘢咧？俾啲數據大家參考。我咧舊嗰一部咧係 Note 2係用高通625嘅，已經係3代之前啦。而家用緊662啊嘛，上一代用636，再上一代咧就係用緊625。我都咧測咗個分啦，大家可以睇睇熒幕。你見到 Note 2係有11萬幾分嘅。咁咧我最新用嘅嗰部 Nova Air C 咧用662，亦都係暫時現階段咧閱讀器當中硬件上嘅標杆第一線，佢就咧攞到16萬幾分。咁咧我手頭上咧冇 Pop 3或者 Live 啊，即係冇用636嘅機。咁我估計咧佢就介乎625同662之間，大約攞13萬零分啦，喺呢個版本當中。咁即係話咧呢一部 Pop 4 Lite 以嗰個 CPU 嘅效能上去講咧，佢比起用625嘅嗰一代咧都比唔上嘅，都仲有萬零分嘅差距。咁呢一度咧係喺邊一個位置呈現咧？響開機啦、再入啦、切換都仲 OK 嘅，不過咧都有少少力會比較明顯。咁所以咧，如果你咧唔係好等得嘅話，喺呢個效能上係有追求嘅話咧，咁呢部 Pop 4 Lite 可能你要留意一下，佢嘅 CPU 係真係慢啲嘅。不過暫時以我唔係好長嘅試用時間咧，如果你話睇書啊、翻譯嗰啲咧，問題就不大嘅，係喺各方面使用嘅時候咧，會有少少慢、少少 kick 咁樣。好啦，第二個咧會被明顯比下去嘅咧，就係嗰個容量。Pop 3咧係有32GB，咁一開機佢大約25GB可以用。呢部 Pop 4 Lite 有少少失望，佢係16GB ROM 嘅，開機之後咧大約係得翻一半左右嘅容量，即係話咧係單成個系統咧未加任何嘢，未裝任何嘢，淨係內置嘅 app 再加埋本身原生嘅系統咧，已經佔咗容量嘅一半。如果你咧係會假設想大量將你本身有嘅電子檔啊、漫畫啊、一啲嘅工具書啊、PDF 啊塞晒落去睇嘅話咧，可能會唔夠用。如果你話會裝好多 apps 嘅話咧，佢都可能咧唔係太理想。如果你話係以閱讀小說為主，咁當然就冇問題啦嚇。好，屏幕呢一度，咁佢係用非純屏幕，喺嗰個 DPI 嗰度咧係差啲嘅。咁由上一代嘅300 DPI 下降成呢一代咧就212，喺嗰個顯示嘅精細度上咧確實會有啲差別嘅。好啦，咁跟住一系列嗰啲咧有閱讀燈、WiFi 啊、藍牙，電量一樣嘅，兩部都係1500毫安，都係唔係襟電嘅。另外都係要支援咧 USB 插頭，有 OTG 可以用 USB 手指咧做存儲，亦都可以攞嚟做耳機 OK 嘅，呢啲一樣嘅喺呢方面。跟住有一點要特別提提咧，我都奇怪緊，因為咧我就測試過咧，佢呢個位置喺底嗰度咧有一個收音咪嘅，咁我就諗住喺入邊咧輸入法有語音輸入，但係咧佢識別唔到我講嘅嘢。咁跟住我用佢個錄音 Apps 咧，會同你講，請你用耳機去錄音啦。咁即係咪其實冇收音咪咧？我估計可能係，雖然佢呢個位咧照計應該係收音咪嚟嘅，佢嗰個說明書講。咁所以呢一點咧都俾大家知道。咁呢部 Pop 4 Lite 係咪冇優勝嘅地方？有，佢嘅 Android 版本咧係11，咁 Pop 3咧只有10嘅啫。根據翻文石嘅情況咧，按翻佢嘅慣性，我估計佢係唔會咧去研發提升 Android 嘅版本喺裝置上，係9就9，10就10，11就11。雖然佢 firmware 一路更新，咁所以咧喺版本上咧呢一部11確實新啲嘅。咁喺支援度上，咁理論上都應該會好啲。雖然按我嘅理解咧，現階段10或者11都非常夠用。你如果要考慮呢個問題，可能講緊係幾年後先會可能比較有影響。好啦，咁另外咧 Pop 3有一樣優勝嘅地方就係佢比呢一部咧再輕啲。Pop 3咧佢係135克左右，又會輕身少少嘅。咁所以如果你頭先睇我介紹呢一個彩貓套咧，你中意嘅話，而你係本身有 Pop 3嘅話咧，你都可以用嘅。呢一部係通用嘅，咁用落去計落大約210克左右咁比起呢一部會略輕少少咁樣。咁或者你可以考慮下。咁係咪除咗頭先所講嘅嗰啲分別之外咧，就冇其他分別咧？初時我睇以為係，當我去用咗一陣之後，發現咧原來 Pop 4 Lite 咧佢啲位係同 Pop 3係唔同嘅。喺系統上雖然咧佢而家 firmware 版本咧都係3.2.2，但係用落去有啲位咧功能係冇咗嘅。第一
因着佢嘅係純屏 mon， 佢冇咗手勢操作。呢一點我覺得係幾關鍵啦，好坦白講，因為咧佢冇咗咧喺我哋之前有幾代咧可以就咁由下方向上掃上一頁回到首頁 multitasking 咁樣，咁可以自己設定嗰3個左中右方向。我想講就係咧冇咗呢個手勢操作，用落去係好唔方便啊！我淨係想上一頁咧，我好多時候我係撳懸浮球開個功能列出嚟，再撳上一頁，好唔順暢，我自己感覺，即係比我想象中原來係關鍵啊！呢個手勢操作，亦都係我覺得文石比起可能其他嘅一啲品牌咧用落去咧，我覺得用得順手嘅地方係啦，呢一度係冇嘅 Pop4Lite。嗱，另外咧，仲有一個差別就係咧，喺我開手都講過啊，呢一部 Pop4Lite 咧，佢係冇快叉嘅。文石上一代嗰啲機型咧，基本上咧都會標榜支援咧係 QC 3.0，咁我都覺得充落去係幾快嘅。呢一部咧都係 1A，咁充電嘅速度咧係慢啲嘅。另外咧，佢係海外限定啦，咁喺嗰個伺服器入邊咧，佢係冇得揀中國嘅，咁即係代表咧書城佢係冇京東書城可以揀。假設咧你係諗住用呢一部咧，係想用京東書城有一個深度嘅配合嘅話咧，咁你就要考慮啦，去淘寶買 Pop4S 啦，即係呢個國內限定版。呢個海外嘅 Lite 版咧，佢係只有美國、歐洲同越南3個伺服器，咁個書城咧係英文嘅，冇京東書城，記住呢一點。好嗱，咁所以咧就住 Pop3 同埋 Pop4Lite 嘅差別咧，大約就係以上所講嘅內容啦。另外咧，都喺度同大家講講，我知道有啲網友好關注，就係關於 Google Play 嘅部分。嗱，呢一部海外版咧，限於硬件啦。咁咧，因為咧，按我所知現階段咧，只有係用高通662嘅型號咧，係可以一開機已經搞掂 Google Play 認證。嗱，呢一部咧，佢需要喺應用管理入邊啟用 Google Play，咁跟住咧做呢個 GSF 註冊。但係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佢比我之前用其他需要做認證嘅型號咧，佢唔使我等待喎。因為咧，我做完個註冊之後咧，跟住 Google Play 嗰個 App 就出現啦。我登入之後，跟住就用得啦。同我之前咧會出現嗰個版面裝置未認證啊，跟住就要係可能定時定候 restart 下，跟住先咧可以開通咁樣。咁呢一步佢係十分爽快，唔需要我等嘅。基本上我就係等入喺 Google Play 認證呢度，佢要做。不過咧就我諗唔需要太擔心，都好爽快。咁喺呢個位置咧都俾咧係關注呢一點嘅網友咧去知道。好嗱，咁咩人適合買 Pop4Lite 咧？簡單講，就係預算有限。其實咧，如果你係集中想閱讀，你並唔打算咧用呢一部，雖然係開放式，你可以裝 app， 你可以咧上網睇 YouTube， 可以嘅。雖然效果好麻麻，你真係單純閱讀嘅話，呢一部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因為佢有完整文石嘅系統，你能夠體驗到。雖然冇咗手勢操作，但係整體個系統咧都係你可以體驗到文石嘅開放式嘅便利之處。另外喺嗰個閱讀嘅翻頁上嗰啲咧，其實都流暢。咁所以話咧，硬件雖然咧係稍遜，但係咧單純攞嚟係閱讀流動格式嘅電子書嘅話咧，佢係絕對冇問題嘅。頂多係載入嘅時候咧，多少少時間等多1-2秒。咁所以咧，以翻文石官方佢哋自己定位呢部係國民閱讀器，以一個咧係便宜嘅定價，俾人咧去初去接觸閱讀器嘅話咧，咁呢一部我覺得確實幾勝任嘅。佢仲俾埋白同黑，你可以咧按你嘅喜歡去揀選。咁計翻而家香港文石嗰邊咧做緊係2人同行嘅優惠，兩部一齊買嘅話咧，計翻大約1000蚊一部。咁以入門嘅閱讀器嚟講咧，其實我覺得絕對係可接受嘅。即係可能咧比起Kobo 嘅 Nia 價錢相若 ，panel 同樣係212嘅 DPI 嘅話咧，咁呢一部開放式咁有佢嘅優勢嘅，夠輕巧，單手可握，男仔嘅褲我翻工褲咁咧係袋得落嘅。女性咧個手袋基本上呢一部都已經係最輕巧嘅6寸，會比較容易可以袋入袋，連埋保護套咧佢大約等同一部 iPhone Pro Max 嘅重量，咁攞上手出街用冇負擔，呢個亦都係6寸嘅優勢。咁所以咧，如果你咧係想喺便攜同埋喺預算呢兩點之下咧攞到最佳嘅選擇嘅話咧，呢部 Pop4Lite 可以考慮，兼且係海外版。咁咧佢喺 Google Play 嗰度咧亦都唔算太麻煩，咁呢一點咧都係優勢嚟嘅。好啦，但係如果你話咧，我雖然想用6寸有便攜，但係咧我都想可能會裝啲 Apps 啊，我都會咧係有多少少咧效嘅需求，可能都會上下網啊，亦都會希望閱讀嘅體驗會好啲嘅話咧，你會適宜咧俾多幾百蚊考慮 Pop3。雖然係上一代，但係硬件上咧優勝一截嘅，單容量上同埋 CPU 嗰度已經咧有優勢啦，更何況咧喺嗰個面板嘅解像度亦都高啲，兼且純屏嘅設計咧可以有手操作咧，使用上又會再方便啲。咁所以咧，如果你唔介意俾多幾百蚊 Pop3，絕對係一個好選擇。甚至再俾多幾百蚊，咁咧可以咧7寸嘅 Lift 嘅話咧，喺嗰個閱讀體驗上會更加好。重量亦都只係比呢部 Pop4Lite 重多20g 左右。如果你要便攜嘅話，係按你嘅預算去考慮 Pop4Lite 定係 Pop3，甚至再大多1寸嘅 Lift 咧，咁都幾定位分明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初接觸閱讀器，你唔想投資咁大，又想試下開放式嘅方便 Pop4Lite。如果你想體驗開放式嘅優勢而又有預算嘅話，可以考慮 Pop3 同埋 Lift。
咁所以呢一度咧就住細尺寸嘅機文石就喺度畫咗條線。雖然會奇怪點解新一代硬件會差啲，好多人第一下呢個位會感覺奇怪。不過咧喺呢一度咧，我會自己覺得佢係針對緊 Kindle 退出內地嘅市場，所以咧佢就住呢一度咧想嘗試去食咗嗰個嘅份額，有佢嘅考量，有佢嘅優勢。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俾大家有個概念。如果你係考慮緊細尺寸嘅機，應該點樣選擇？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好，咁就住咧今日咧 Pod4 Lite 嘅呢一段開箱加規格分析嘅片咧，內容大約就到呢一度啦。就住呢部咁的色又有佢嘅特色嘅小尺寸閱讀器，有嘢想了解嘅話咧，不妨可以留言同我講，係啦，因為我應該理論上咧之後會做多一期嘅，希望講得切，因為稍後咧讀墨咧佢嗰部 More Ink Plus 2咧應該都差唔多過多陣子咧就會嚟到香港，咁到時我都會借機去評測嘅，嗰部我有啲期待，咁啊希望之前可以做到呢一部多一期嘅評測啦，就住佢嘅顯示效果。另外咧我呢一期咧買咗一啲嘅用響我嘅閱讀器嘅一啲配件咧，我覺得都幾正嘅，咁我都諗住有一期咧係同大家去介紹一下所以咧如果你哋就住呢一部有想了解嘅，咁記住留言去同我講，咁咧我喺之後做評測嘅時候咧，睇下如果可以兼顧到嘅，我都會咧係為你咧做呢個嘅測試嘅。好嗱，咁如果你覺得咧呢一段片咧係對你有幫助嘅話，都希望你可以讚個好啦，俾個 like 我啦，呢個係對我一個咧係最大嘅支持。如果你咧中意我呢一類E-Ink 嘅開箱評測教學呢一類題材嘅話咧，咁誠邀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記住撳埋隔離個啷啷，我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可以咧第一時間咧就收看。咁咧下一段片我會盡快㗎啦，係啦，希望嚟緊可以加速，可以咧係快少少更新啊！感謝你咧睇到最尾啊，可以定時定候留意下我個 Facebook page 同埋我個 YouTube 社群，因為咧定時定候咧有閱讀器購買優惠嘅話咧，咁我都會喺嗰度發布嘅。如果你心動，歡迎可以隨時聯繫我，希望可以幫到你。好，咁今日嘅內容咧大約到呢一度啦，感謝你嘅觀看，咁下次見啦，拜拜。